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6年的1月6号，今天是星期二，每周二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好，很多同学很喜欢听故事从故事中学词汇、学成语是最容易的。因为你可以从故事的情节去了解这个词、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哦。好，那么欢迎大家。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叫做《国王与穷人》。国王与穷人。好 ，OK， 那么我们就开始说故事吧。从前有一位仁慈的国王。他在市集上看到一个邋遢的穷人在找工作。好，从前你也可以说很久以前，有一位仁慈的国王。什么叫仁慈呢？仁慈就是像英文的 merciful、kind。如果你是一个仁慈的人，你会对别人很好，你会想要去帮助别人这样的人就是仁慈的人。而且呢，他一定特别的慈祥，他不会用生气的表情，他一定是很慈祥的表情好，他在市集。什么叫做市集呢？市集就是市场市集就是市场看到一个邋遢的人。什么叫邋遢呢？就是你的衣服很脏，你也可能没有洗澡，你可能身上臭臭的，可能乞丐很邋遢，对不对？路上有时候你会看到流浪的人或无家可归的人，他可能没有办法洗澡，或者呢他的衣服很老旧，所以甚至他身上可能有味道，这样的人就是邋遢的人他的衣服都没有整理，可能破破烂烂的，还有一些臭味，邋遢好，穷人在找工作。好，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位邋遢的穷人他是没有工作的，他目前正在找工作国王仔细一看，发现这个穷人是他小时候的玩伴，他们以前时常一起玩。好，国王在市集看到这个邋遢的穷人，他仔细 carefully仔细一看，他不是随便看，他是仔细的一看发现这个穷人原来他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什么叫玩伴呢？就是你常常跟他一起玩，或者呢一起去逛街，一起玩游戏玩伴。一般来讲，玩伴是小时候，因为小朋友比较爱玩，对不对？小时候的玩伴好像英文的 playmate 玩伴。不晓得你小时候有没有玩伴呢？有的人的玩伴是宠物，小时候的玩伴可能是猫，可能是狗可能是宠物，不一定是人可以是动物好，他们以前时常就是常常的意思时常一起玩，所以国王是认识这个穷人的，他们小时候在一起玩，他们是小时候的玩伴。好，我们往下看国王把穷人带回王宫，设宴款待穷人。好，国王发现这个穷人是他以前的玩伴，所以呢应该是他的老朋友了，对不对？所以穷人被国王带回王宫 palace 王宫，设宴款待。什么叫设宴？宴就是宴席就是 feast， 设就是 set up a feast。 所以设宴就是你会用好吃的食物放在桌上，好多好多美味的食物放在桌上招待别人，这个叫设宴款待。款待就是你去请客招待他这个食物是我款待大家的，表示你不用付钱，你可以在这里接受我的招待 like treat
in English 所以设宴款待就是你会准备很多很好吃很美味的食物请他吃，这个叫设宴款待。但是如果你设宴款待，我觉得你应该是很有钱的人，因为设宴一定会是非常贵非常好吃别的地方吃不到的食物这个叫设宴款待国王或有钱人才有办法设宴款待好，哇，那这个穷人好幸运哦，他遇到了国王，他可以免费的吃大餐，对不对？免费吃大餐好，这个时候穷人恳求 beg 恳求国王帮助他，哎呀，国王啊，帮帮我吧，帮帮我吧，恳求国王说好，国王决定帮助他了。他跟穷人说，明天你来我的宝库里面的金银珠宝任你取用。好，明天你来我的宝库。什么叫宝库呢？库就像仓库一样，对不对？一个 a place, a warehouse, a place。宝就是 like treasure, so it's like treasury。宝库就是放很多宝物的地方，放很多金银珠宝，哇，这个钻石戒指这个金项链，哇，很多宝物，可能有金子，可能有银，可能有珠宝，宝库里面什么都有，都是很贵重的东西。好，里面的金银珠宝，好，我们中文会说金银珠宝，这个已经是一个成语了，包括 gold 金， silver 银，珠宝 jewelry 珠宝 jewelry， 金银珠宝你可以想象就是很多很多的钱，很贵重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说哇，好多金银珠宝任你取用是什么意思呢？任就是随便，随便你取用就是拿，哇，宝库里的金银珠宝随便你拿，你爱怎么拿你就怎么拿，拿到的都是你的，任你取用就是你拿到的都是你的 belongs to you， 你只要拿到都是你的好，所以呢 everything you want you can take it， 好，所以这个叫任你取用，任你取用好，哇，穷人真好，我也希望遇到国王。理查老师很穷，理查老师也希望遇到国王，理查老师也希望能够进去国王的宝库里面拿里面的金银珠宝谢谢国王，对不对好，国王还说但是穷人记得 remember 记得太阳下山之后我会把宝库关闭，你只有一次机会。好，这个国王说我的宝库你可以去拿里面的金银珠宝，但是你一定要在太阳下山之前去拿，如果太阳下山之后 after sunset 太阳下山之后，我会把宝库的门关闭，宝库的门关闭，那你就不能够再进去了。所以这是国王唯一的条件 condition， 国王的 only condition， 国王唯一的条件。记得太阳下山之后我会把宝库的门关闭，你只有 only one chance， 你只有一次机会好，但是我觉得你从早上到太阳下山前，你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可以在国王的宝库拿他的金银珠宝，对不对？时间很多，我觉得穷人可以拿好多好多东西，对不对好，希望金银珠宝是真的不是假的，一定是真的，因为他是国王，国王本来就很有钱，他拥有很多的财富，他拥有很多金银珠宝好，穷人听了非常高兴的回家了。第二天早上，穷人起得很晚为什么起得很晚？如果我是穷人，我第二天早上我一定起得很早，我要赶快去国王的宝库拿东西。
但是这个穷人起得很晚 ，get up late， 为什么？好奇怪的穷人穷人心想 think in mind， 心想离太阳下山还很久呢，不用急。他慢悠悠的吃早餐。原来穷人觉得时间还很长，不需要急 ，no need to hurry， 不用急 ，no need to hurry， 不用急 ，calm down， 冷静一点，不要急。好，为什么？因为离太阳下山还很远，不是很远，离太阳下山还很久，还有很多时间，不用急。他慢悠悠，慢悠悠就是慢吞吞。就是很慢，你也可以说慢吞吞中文也可以说慢吞吞好，你也可以说它慢慢的也可以它慢悠悠的就是 slow and relaxed， 慢悠悠的。你也可以说它慢慢的，它慢慢的 slowly， 慢慢的也可以好，他觉得时间很多所以穷人呢慢慢的吃早餐要是我连早餐都不吃了，我赶快跑去国王的宝库拿东西，哪有时间吃早餐呢？好，往下看。吃完后，他坐着休息。穷人吃饱了肚子很饱，所以呢，他不想动，他坐在那里休息，看着天空，喝酒，咕噜咕噜咕噜，喝酒。哇，他好享受他觉得时间还很多，所以呢，他看着天空，很悠闲，喝酒，咕噜咕噜咕噜，看起来很自在的感觉好，什么事也不做 ，doing nothing， 什么事也不做，叫做 doing nothing。好，所以穷人慢吞吞的、慢悠悠的吃早餐，然后吃饱了，肚子很胀、很撑，坐着休息。看着天空喝酒什么事都不做。中午的时候他才出门。好穷人一边走一边想，哎呀，反正 anyway， 反正还有一整个下午可以赶路，急什么呢？好，不用急，我还有好多时间呢所以穷人他一边走一边想OK， 反正 anyway， 还有 the whole afternoon， 一整个下午 the whole afternoon， 所以 the whole morning 怎么说？很简单，一整个早上 the whole night， 一整晚。好，我们中文说the whole night 会说一整晚我们不会说一整个晚上可以啦，一整个晚上也可以，你可以说一整晚或一整个晚上好，赶路就是 heading to the place， 赶路好，反正 anyway， 反正还有一整个下午可以去国王的宝库赶路就是你赶快去那个地方好，一整年可以的，一整年好，我们中文说 the whole year， 要说一整年，不要说一整个年，有点太长了，说一整年就可以了。好，一整个月，好，一整个下午，一整个上午，一整个星期，一整个月，一整年。好，我们中文说一整年好，急什么呢？ No need to hurry, why rush？ 不用急，我还有好多时间一整天很好，我们中文说一整天，不要说一整个天，要说一整天、一整年好，赶路的途中，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这个语法点的途中，他停下来和邻居聊天，聊完了，他开始打哈欠。什么叫打哈欠？就是这个图，打哈欠，这个叫打哈欠好，这个穷人很懒，对不对？赶路的途中就像英文的 on one's way to a place。好，你可以说工作的途中 on the way to work，
上学的途中 on the way to school， 去学校的途中on the way to school。 好，回家的途中 on the way home， 什么什么的途中 on the way to 叭叭叭。好，他停下来 he stopped， 他停下来和邻居 chat 聊天，聊完了他开始打哈欠，他觉得很累，聊完天了好累哦，我说了好多话好累哦，打哈欠。好，穷人坐在树荫下休息，没想到竟睡着了。生活的途中不会这样说，不会说生活的途中。他醒来时，太阳已经快下山了。哎呀，来不及了！穷人开始发现，太晚了，来不及了。他开始狂奔，狂奔好，那么穷人打哈欠之后，他觉得很累，所以他坐在树荫 the shade tree shade。好，他坐在树荫下，树荫就是树的阴影太阳光照在树上的时候会有影子，对不对？那个中文叫树荫，很重要树荫下，我们有时候觉得天气很热，我们会在树荫下乘凉中文叫乘凉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词？乘凉，我们会坐在树荫下乘凉好，那他坐在树荫下休息，没想到竟睡着了他太累了，睡着了。好，他醒来时，太阳已经快下山了。他想起来，国王跟他说过，太阳下山之后，宝库的门就要关起来咯。对，乘凉秀珍答对了，乘凉，我们会在树荫下乘凉乘凉就是因为树荫下比较凉爽，不会那么热，所以我们会在树荫下乘凉这个词请你们记起来好，他醒来时，太阳已经快下山了，他开始狂奔，狂奔就是跑得很快很快很快我要迟到了。你快迟到你也会狂奔，对不对？好，狂奔就是你跑得非常非常的快非常非常的快。好，当他跑到宝库门口时，太阳已经下山了。穷人气喘吁吁，想进入宝库。好，这个当穷人跑到宝库门口时，太阳已经下山了，所以宝库的门已经关了，对不对？国王说的嘛那已经来不及了，对，已经来不及了。穷人狂奔，所以呢，他气喘吁吁。什么叫气喘？就像这样，因为你跑得很快，所以你会气喘。气喘也是一种疾病，有的人天生会有气喘这样的疾病，就是他有时候会喘不过气来，呼吸很急促，好像快死的感觉，好像呼吸不到空气的感觉。有的人有这样的病会气喘，空气不好的时候，他的气喘会发作那气喘吁吁通常表示你激烈运动之后你会气喘吁吁。通常你运动之后激烈的运动 intense exercise， 激烈的运动之后你会气喘吁吁，这是一个成语好，那他想要进入宝库。好的，守卫就是那个 guard， 守卫站在门前，用长矛挡住他，此处禁止进入。好，守卫，因为国王的王宫跟宝库一定要有人去保护这个看守宝库的人，看守王宫的人，我们就叫做守卫，守卫guard， 守卫。好，那么他站在门前，用长矛，这个长矛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叫长矛以前古时候的人用的武器叫长矛好，那挡住了穷人，不可以进来太阳已经下山了，不可以进来，此处禁止进入。什么叫此处呢？就是这里，
此处就是这个地方，此是这个，处是地方，此处这个地方。其实你们在有一些地方有看到告示牌，有一些 notice， 有一些告示牌，它会写此处叭叭叭叭。老师，什么叫此处啊？此处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禁止进入这个词一定要记起来，这个一样算是交通号志里面会看到的，禁止进入 no entry。有时候你们进了一家店里面，它的门上如果写禁止进入，那你就不要进去，不可以进去。或这条路它有一个交通号志写禁止进入，那你也不要进去，不要开车进去好。No entry 这个非常重要以后看到这4个字，这个地方是不能够进去的，禁止 forbidden 进入 enter no entering 的感觉你也对，可以。蓝墨说此处禁止吸烟，此处禁止抽烟，可以所以此处禁止那表示在这里你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的。好，这个表达一定要记起来好，穷人大喊穷人大喊，国王说我可以任意取用宝库里的东西好，国王说我可以任意，就是随便的，我想要怎么拿就怎么拿，任意 at will 好，任意取用就是拿。国王说我可以随便拿宝库里的东西金银珠宝我都可以拿呀守卫说没错，但那是在日落前，现在几点啦？现在时间早过了。好，那各位同学，这个守卫说当然国王答应你可以拿宝库里的金银珠宝任你取用，但是那是在日落前，日落就是太阳下山，日落。那太阳早上的时候太阳出来了，那个中文叫什么？日出。好，谁帮我打一下 sunrise 日出。好，早上的时候是日出 sunrise， 黄昏的时候是日落 sunset所以这2个要记起来，日出日落，太阳升起了，太阳下山了好，现在时间早过了 The time has already passed， 时间早过了，你已经太晚了，你迟到了，对，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好所以穷人他自己没有把握机会，所以他什么都没拿到，是他自己浪费了时间，他不能够怪任何人，他只能怪自己，对不对好，穷人听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捶胸顿足，非常后悔。好，穷人听了守卫的话之后，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could not say a single word。你也可以用英文的，像英文的这个 speechless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有点像是 speechless。中文也可以这样说，无言，他无言了。有没有人帮我打一下？他无言了。穷人听了无言了，无言就是 speechless。OK，could not say a single word， 无言了。我们有时候不晓得该说什么我无言了，我真的无言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像英文的 speechless。他捶胸，捶就是 like hammer， 捶胸 beat， 顿足stump， 顿足就是用脚用力的踩地面，顿足就是顿用脚用力的踩地面。为什么要这样做？那表示你很生气，很后悔，很生气，你会捶胸顿足，用脚用力的踩或者是跺地面好，所以呢这个跺我给你们可以自己去查一下这个字这个用脚
用力的踩地面，我们中文也可以用跺这个字哦。好，那你们跺足啊，所以就是用脚啪用力踩地面，表示你很生气或者很后悔啊。跺足哦，后悔莫及，很好的词哦。秀珍可以月莹我们不会说无言可说，我们用无话可说。我跟你无话可说，表示我很不喜欢你，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说的，我跟你无话可说哦。好，那当然就像秀珍说的，穷人后悔莫及，他要后悔也来不及了。后悔莫及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事情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来不及了哦。好，非常后悔。好，结果国王给他一个很好的机会，穷人没有把握，他浪费了这一次机会，所以他还是一无所有，他什么都没得到，他还是那个穷人，他1毛钱也没有拿到，他有这么好的机会，结果他浪费了自己的时间，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哦。好，最后还是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哦。好，不是国王没有给他机会，而是他把1天的时间都浪费掉了。他睡得很晚，他慢慢的吃早餐，他看着天空喝酒，他跟邻居聊天，他在树荫下睡着了，是他自己把时间浪费掉的，对不对？所以不是叭叭叭，而是叭叭叭。It's not that 叭叭叭 but that 叭叭叭。好，这个语法点大家可以记起来，不是叭叭叭，而是叭叭叭。It's not that 叭叭叭 but that 叭叭叭。好 ，OK， 所以呢是他自己错失机会了啊，是这个穷人呢自己错失机会了。并不是上天不给他机会，而是他自己没有把握机会，他错失了机会，错失了机会。好，错失机会这个词很棒，大家可以学起来，错失机会。好，那老师希望你们要把握机会，机会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你一定要随时准备好，千万不要觉得我还年轻，我还有很多时间我爸爸妈妈有钱，所以我现在不做没关系，我以后再做，不可以。想到什么重要的事情，有什么好的计划，现在就要做，不要浪费时间，不然你会像这个穷人一样，错失了一个天大的好机会。现在呢，到头来一无所有，是他自己错失了机会。秀珍，你的想象力很丰富哦。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3道题目。问题1，国王在哪里看到穷人？好，这题非常的简单，你们还记得吗？国王他在哪里看到了穷人？穷人那个时候很邋遢，他正在找工作。那国王是在哪里看到他的呢？我记得刚刚的文章写的是邋遢的穷人，国王看到了邋遢的穷人正在找工作。很好，答对了，市集上，答对了哦，市集上，国王在市集上看到了穷人，邋遢的穷人正在找工作。好，我们看第2题。问题2，国王给了穷人什么机会？想一想，国王给了穷人什么机会？好，我们也可以很简单的回答这个题目，对不对？好，国王呢，把穷人带到王宫之后，设宴款待了穷人，穷人就恳求国王，国王啊，你帮帮我吧，拜托你帮帮我。国王说，好，我给你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答对了，很好，进入宝库的机会。国王给了穷人
进入宝库的机会。还有人写宝库里的金银珠宝任你取用，随便穷人去拿穷人可以任意取用宝库里的金银珠宝。所以你们可以试着用完整的中文句子来回答这个问题，训练你的口语能力国王给了穷人什么机会？国王给了穷人进入宝库的机会，穷人可以任意取用宝库里的金银珠宝。 OK， 任你取用所以你会讲这些表达，那么你就进步了对，还有人说国王给了穷人进入宝库的机会，但是要在太阳下山前去拿宝库里的东西。好，很棒好，我们看一下问题3，穷人为什么没办法进入宝库？好，这个问题当然你也可以回答的很简单，你也可以回答的很仔细那这里就看你要怎么回答。很简单的话，我会说因为穷人很懒因为穷人太懒惰了，他觉得时间还很多，所以他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好，有人说穷人慢吞吞的吃早餐，他看着天空喝酒，他跟邻居聊天，有人说他中午才出门，有人说穷人在树荫下睡着了。好，那么都是正确的答案这一题没有标准的答案，因为穷人做了很多事情，让他没有办法及时的到宝库去，他迟到了，他来不及了好，有人说他起得晚，一路上浪费时间，很好的回答佳佳说因为穷人觉得时间还很多，所以他有一点大意了，很好的回答因为穷人觉得时间还很多，所以他大意了，他没有赶快的去国王的宝库。好，裴静说因为他一拖再拖，最后只能悔之晚矣，因为太阳已经下山了。哇，裴静你的水平很高因为穷人一拖再拖，这个很棒的成语因为穷人一拖再拖，最后悔之晚矣。好，裴静不要说不用只能了你就说最后悔之晚矣就可以了。好，我再讲一遍因为穷人一拖再拖，最后悔之晚矣，因为太阳已经下山了。很棒好，林子说穷人来不及在国王决定的时间赶到穷人来不及在国王规定的时间内赶到对，因为穷人很懒，他是个懒惰的人，他没有把握时间很棒。好，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生词，每一个生词呢我念3遍，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念，然后请你找出相对应的图片好，邋遢，邋遢，邋遢，玩伴，玩伴，玩伴，恳求，恳求，恳求。好，这里老师在教你另外一个词汇叫祈求，祈求也是恳求的意思拜托拜托，祈求你祈求好 OK， 好，恳求祈求都可以好，那当然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学这一个字 beg 祈求。好不恳求 sorry 恳求，恳求。好，气喘吁吁，气喘吁吁，气喘吁吁。好，树荫，树荫，树荫，长毛，长毛，长毛。好，艾云说穷人太懒惰了，慢悠悠的
可以说慢吞吞的啊，慢吞吞的，根本没有时间的观念。最后来不及了，太阳已经下山了，宝库也关门了，宝库也关门了。好 ，OK，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如果你现在还在浪费时间的人，你起床起得很晚，你常常赖床，然后呢，你觉得啊，我还年轻，时间还很多。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其实你可能在错失很多大好的机会。老师希望你想一想，从现在我们就开始做重要的事情，不要浪费时间，不要错失机会了。好，那么我们星期四见咯，大家再见，晚安，拜拜。赖床，对，好。